陈志，给你个机会，做我假男朋友。不愿意。喂，妈，我其实早就有男朋友了。家父，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哦，记住了。哎，你等一下，你帮我拿一下。你看，我让你记在这儿，不是这张破纸条上。你当着考试作弊呢。我怕我忘了。你要是敢忘了，你的下场就跟这张纸条一样。快点儿的！哎，伯父伯母，家父家母。别叨叨了，我妈喜欢沉稳内敛的，一会儿给我稳住了，听见没？听见了，听见了。沉稳稳重，沉稳稳重。哟，来啦！哟，妈，哎，进来啊，站着干嘛？快进来，进来。这是我男朋友陈志。伯母好。赶紧进去吧，愣着干嘛？走。怎么回事？怎么是他呀？啊，伯母，来之前，伯母听说您特别喜欢吃干果类的零食，这次来特意给您买的。连我喜欢吃什么样的零食都打听到了。小陈啊，你有心了啊！啊，伯母，这个是我上个月去瑞典，在当地买的保健品，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很有帮助。哦，瑞典买的呀？是啊，妈，这个保健品啊是瑞典最好的了，而且可贵了。哦，贵不贵倒在其次。听说瑞典环境好，纯绿色无污染，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谢谢你啊，小陈。哎，谢谢。伯母，您先吃，您要是吃好的话，我再给您买；你要是吃烦了的话，我再从其他地方给您买。哦，小陈啊，你经常出国啊？啊，休假的时候会去欧洲，家里人在那边有些生意。生意？开餐馆吗？啊，我是听人家说，中国人在外面开餐馆，挣钱挣得老多了，挺好，挺好。妈，开个餐馆那叫啥生意啊？陈志他们家是做跨国古董生意的，一下古董能抵不少餐馆呢。哎，小生意，小生意。古董啊，啊，那还跨国？啊，那不是小生意呀，大生意。这孩子还挺谦虚的啊，这么大的生意。哎呦，不对，你还记得吗？上次在医院里头，你不是亲口告诉我说你爸爸妈妈是普通工人吗？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嗯？哎呦，干什么呀？阿姨，对不起，其实我爸……妈，陈志他家庭条件是不错，但是他这个人为人很低调，平时在医院里啊，就不希望别人能把他当成富二代，就对大家都说自己父母就是普通工人。哎呦，这干什么呢？这孩子，这有钱又不是什么坏事情，你说是吧？就是。太低调了你。哎，花儿，那你们两个现在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呀？考不考虑结婚呀？妈，我们俩还年轻呢，还没有公开呢，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呀？
要不是您逼得紧，我还不好意思把他带家来呢。瞎说，你们两个都不年轻了，你们两个就应该考虑结婚的事情嘛。小陈，你说呢？是伯母，结婚的事情我们有计划的，但是我们现在想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对，家父家母也是这样认为的。你看看人家家教多好，真好啊！爸爸妈妈都不叫爸爸妈妈的，是叫家父家母的。那请问，妈，您看现在都几点了？咱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哦，对了，最要紧的事情忘了，你来不就是来吃晚饭的吗？啊，小陈，你坐一会儿啊，菜呢都已经烧好了，我只要热一下就可以了呀。麻烦伯母了。哎呦，坐，自己人嘛，啊，不要客气，来，你来帮帮我，帮帮忙吧，进来，坐啊。来，你给我帮忙呀！这个小姑娘，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敢瞒着我。我不是怕您知道这件事儿，逼着我们结婚吗？逼着你结婚，那还不是为了你好啊？为了我好啊！您瞧瞧，您找的那都是什么人？我要真跟那样人结婚，您能放心啊？我要是不下狠手，你会把那个小陈带回来？哼！我跟你说，结婚这个事情你要抓紧一点的，知道吗？听见没有？他是男孩，他等得起；你是女孩，你等不起啊！我怎么就等不起了？您这是歧视女性。算了吧，别给我扣大帽子。你妈我就是个女性，结婚的事情伤伤心嘛，好吗？妈，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有主意，您不用操这份心。我不操心，谁操心啊？我跟你说，小陈这个男孩还真不错，你要盯紧一点的。你要是不盯紧了，到时候给别的女孩抢走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了，知道吗？妈，您说的对，我把他盯死了。小陈啊，你要不要再坐一会儿啊？今天实在太晚了，伯母，我下次再来。喏，阿姨跟你啊还没聊够呢。妈，我们明天还要上班呢。对啊，工作重要啊，别耽误了工作。伯母，回头你要是不嫌麻烦的话，我常来，多陪您聊聊天。来，一定得来啊！伯母不嫌烦，伯母喜欢着呢。下次来还给你做好吃的。伯母，不瞒您说，我爸我妈，家父家母常年不在身边，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满满都是家的味道。哎，父母不在身边，可怜了这个孩子。没事啊，下次想吃的时候到我们家里来，我做给你吃呀。好的，伯母，好的，伯母。陈志啊，你要再不走，就赶不上地铁了，让他赶紧走。伯母，那我先走了啊。好，路上小心啊。哎，来送人家。不用了，不用了，要的，必须送，走。我今天表现的还可以吧？我觉得阿姨对我还挺满意的。你还知道哪边是北吗？北？对不起啊，我确实有点找不着北啊。你知道就好。我妈是对那个假的富二代的你感兴趣，不是真的你，你明白吗？明白。还有啊，如果我妈叫你来家里吃饭，你千万不能答应，只能拒绝，知道吗？知道。行了，今天谢谢你啊，回去吧。你不再送一段了？想什么呢？赶紧走。唐画，我要真是富二代，你会接受我吗？你想多了，不管你是谁，我都不会接受你。那我要谁也不靠，就靠我自己呢？
患者被车撞倒，失去意识，血压170/90，心率118。抢救13号床。明白。车祸需叫肖医生。好的。您是家属吗？在这稍等一下。醒醒！醒醒！患者叫什么名字啊？醒醒！两肺呼吸轻，没有气胸，准备深静脉穿刺支管，0个视液1000毫升扩容。从超声上看，腹腔内没有出血，他一直昏迷，可能是脑损伤。给他安排胸部和颅脑 CT。好。哎，医生，他怎么样？这样治得花多少钱啊？现在还不清楚，具体要看后续检查结果。哎，医生，我听说检查做多了对身体不好，能不能少做一些检查？你放心，我们现在给他做的检查都是必要的检查。他还这么年轻，你不希望他因为检查不到位发生什么意外吧？啊，那行，那该做什么检查就做什么吧。谢谢啊。卧床患者今天怎么样？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就是血压还有点高。哎，我听说肖医生中午刚接了个病人。啊，听说是车祸转 EICU 了。哦，这么严重啊？那肖医生最近患者这么多，他能忙得过来吗？没问题吧？哎，这样你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哎，你别说是我让你去的啊！啊？别说是我让你去的，行，去吧。啊。患者呢有多处的体外擦伤，比较严重的是因为头部撞击引发了硬脑膜外血肿，要尽快进行手术。那手术好不好做呀？会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啥的？如果尽快做手术的话，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那就好，那就好。陈医生，怎么了？啊，肖医生，我没事，我没事。啊，那就赶紧给他手术吧。我们会尽快的。啊，谢谢。有事你就说吧。啊，肖医生，我听说你有一个颅内血肿患者，我想跟您学习如何诊治。我在跟家属交代病情。唐医生在那边，有什么疑问你先问他吧。啊，那我先去找他。不好意思啊。没事。你怎么来了？我想跟肖医生多学习一下，先进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现在是工作时间，你要用这种方式接近我，我只能告诉你，请你马上出去。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来学习提高医术的。你先跟我介绍一下那位患者的情况吧。你是向肖医生学习，不是向我学习，我没有义务向你介绍。我们会安排神经外科的专家尽快做手术，在这之前还要做一些必要的检查，所以还要在这里再住上几天。啊？还要在这住几天啊？哎，医生，听说你们这个 ICU 费用可高了，能不能转到普通病房去啊？必要期间还是住在这儿吧。啊，哎呀，那得多少钱呢？等一下护士会给您一张缴费单。肖医生，患者醒了，过来看看吧。啊。我爸送来的。可人呢？我帮你看看啊。外边没有人。这是什么爸呀？自己女儿醒了，
他人都没了。他肯定有重要的事情。他应该是去交费了。正好，我跟你说说你的病情。就煮一杯啊，有点自私吧你？你手残不会自己煮啊？萧燕也不手残，怎么有人眼巴巴给她煮咖啡呢？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世界呢，有时候就是不公平。不服气啊？啊？重色轻友呗。白老师，我了解了一下，那位患者是车祸引起的硬脑膜外血肿，还查出有胶质瘤。肖医生安排好了，先颅骨钻孔清血肿，再做开颅手术。行，没什么事儿，去巡房吧。啊。我特别喜欢看你这副想出风头而出不了的表情，不能帮萧燕排忧解难，展示你的男性雄风，特失望吗？我就发现你啊，越来越有那个长舌妇的潜质了。不用反驳，继续保持，这样挺好啊。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你就能开一个新的科室，到时候啊，你可就是元老，权威。什么科？变性科。太恶心了。你不做手术，你呢？虽然现在看起来没事儿，但是医生，这些可能出现的后果，你们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你们现在说的也都只是假设，并不一定会发生。我真的不能做手术。为什么呀？如果我做了开颅手术，多久能出院？多久能恢复？你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我是一个芭蕾舞演员。1个月以后，我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演出，无论如何我都不能错过。那是表演重要还是你命重要？表演重要。哎，你这还……那这样吧，我们医院呢一向尊重患者的意愿，既然你不想，我们也不勉强了。肖医生，但是你的治疗方案呢需要家属签字，请你联系一下家属，请他们尽快来一趟。他现在别说跳芭蕾了，就躺床上一动不动，都很有可能会脑疝。他现在得尽快手术啊！确实是。那你刚才不让我说？患者态度很坚决啊，咱们怎么劝也没有用啊。那咱们就听志任之，不管他了。所以啊，等家属来了以后，再想想办法吧。作为医生呢，咱们只能提供医疗上的建议，毕竟还是他的家属更了解他。家属就他那个爸，他可指望不上。一说到手术，他首先想到就是钱。患者不肯手术了，倒是给他省钱了，说明他还高兴呢。哎，唐医生，你是什么时候脑补出了这么多的故事呢？不过他那个爸爸看起来确实比较拮据，在意钱也是很正常的。你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患者穿的倒是不错，手机也是最新款的，应该不是重男轻女，那就是吸血女儿榨干辛勤老爸。唐医生，快坐，把你刚刚编好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我这不是担心患者吗？医生，您上哪儿去了？您女儿都醒了。我不是身上没带钱吗？我这不出去筹钱去了，这1万块够不够啊？其实如果不做手术的话，用不了这么多钱。不手术？不是，怎么又不做手术了呢？不是说他的情况很危险吗？胶质瘤确实很危险，但患者担心1个月以后的演出，所以坚决不做手术。啊，那要不就先不做手术？不做手术怎么行啊？作为家属，我还是希望您能去劝劝患者。是呀，我知道您是想省钱，可是钱重要，还您女儿的命重要啊！不是我，别这么说，要不然您跟我们一起去劝劝他吧。哎，医生，要不你们去劝他吧，我就不去了。
我们只是医生，我们劝他也不听啊。您可是他父亲，他要是有什么事儿，那你我真不能去，你是还那么小，我们是患者家属，我女儿叫方静轩，她给我打个电话说她被车撞了。你们是方静轩的家属吗？是啊，我是爸爸，他在哪儿？哎，你别走啊！他刚才说他是方景轩父亲，你们认识吗？我认识啊，他谁呀？您没事吧？暂时稳定了。这人到底谁呀？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可是就是他送你来的医院，他还带了1万块钱给你缴了治疗费用。我真不认识。那这个人是谁呀？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是撞我的那个司机。怪不得。开车不长眼睛啊，把我们家轩轩撞成这样。郑律师，你现在马上到铜山医院来。对，现在。说起来，这司机是个好人，撞了人没跑，还把人送医院来了。要真赶上不负责的，早跑没影了。看这一家人有权有势的，再找个厉害的律师，这司机要倒霉了。请的律师再好，也得按法律办事儿啊。司机撞了人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我相信法律也不会冤枉他的。就这个司机，让他拿1万块钱都那么费劲，要是再让他怎么着，我看他连律师费都付不起。我记得国内好像有法律援助，你就别操心了，联系下司机的家属吧。好。从片子上看呢，没有明显的骨折迹象，所以我建议回家休息。如果后面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再来找我。谢医生，谢谢医生。进。怎么了？白老师啊，有个事儿跟你说。说。我听林芝说，肖医生好像遇到困难了。什么困难啊？他接诊的那个胶质瘤患者不愿手术。为什么？好像因为跳芭蕾舞。你这事儿给我说干嘛呀？不是你跟我说，你该干嘛干嘛去。啊。肖医生，我们劝过他了，不行。拖延的时间越长呢，硬脑膜外血肿出血扩大的风险越大，而且患者现在还有胶质瘤，现在去跳舞那不是跳舞，那是去自杀。安平，要不咱们再去跟轩轩说说？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轩轩的那个脾气。医生，我们轩轩打小就很有主意，他决定的事儿，就算是我和他爸也改变不了。尤其是跳舞这件事儿，他更不可能听我们的。患者这么坚持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能跟我说说吗？其实呢，轩轩心里有一个愿望，他要登上马林斯基的舞台，跳一曲《天鹅湖》。轩轩小的时候呢，我和他妈妈工作都忙，他是奶奶带大的。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啊，在苏联留学，她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她本来是有机会登上马林斯基的这个大舞台，跳上一曲心爱的《天鹅湖》的。可是后来一次意外，她的腿受伤了，从此不能再跳舞了。她就把这个愿望寄托在了轩轩的身上。轩轩呢，也许是遗传了奶奶这个跳舞的基因，他从小到大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可惜的是，轩轩10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从那以后啊，他就给自己发了一个誓，一定要登上马林斯基剧院的舞台，去完成奶奶的这个遗愿。1年多以前啊，马林斯基剧院呢给他们剧团发来了邀请，他非常高兴，
这1年来啊，他把整个的心血都花在了刻苦排练上。你想想看，因为这个手术，不能让他这次去登台，这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那我就明白了。医生，要是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的话，以后还能再跳舞吗？患者的胶质瘤呢，长在功能区，虽然不大，但开颅手术会对脑组织造成一定程度的拉扯损伤，术后功能障碍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他有可能不能再跳舞了，是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医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哎，我是想说，如果萱萱不能跳舞的话，这等于是断送了她的一生啊。现在确实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我们可以给患者颅骨钻孔，清除血肿，好让血肿呢不压迫到肿瘤。而且颅骨钻孔属于微创，正常的话，术后1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好啊，那就做呗。但是出院了并不代表他是痊愈了，患者至少要休息3个月，而且还要不定期的来检查。这期间也不是说不能跳舞。那作为他的主治医生呢，我并不建议这样做，肿瘤还是要尽早切除比较好。您的意思是，咱们先做那个微创钻孔手术，等他演出回来以后，再做开颅手术。这个手术具有一定的风险，我们还要进一步会诊。按照您的这个新的手术方案，萱萱这个肿瘤会不会在她的演出期间出现危险？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且在这期间，患者要不停地服用抗癫痫药，还有止疼药，他自己会比较辛苦，所以作为他的家属，你们还是应该劝劝他，尽早把手术做了。肖医生，我觉得这件事先不能让他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他的脾气，他要是知道自己将来不能再跳舞的话，他绝不会同意手术的。但患者是成年人了，而且手术的结果会对他人生造成很大影响，你们不应该瞒着他。你放心，只要手术成功，我们不会找你的麻烦。哦，倒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并不怕担责任，我只是觉得患者有知情权，这件事情我们都不应该替他做决定。好吧，肖医生，我们听你的。娘，不过我觉得这件事还是由我们来通知的，这样他可能好接受一点。也好。那医院这边呢，我们会尽快出一个知情同意书，你们还是尽早跟他谈谈，让他把字签了，我们也好安排手术。萱萱，我和你妈跟医生仔细咨询过了，你这个手术啊，不算什么大手术，而且恢复很快，都不会耽误你跳舞的。对，不耽误，不耽误，不会有后遗症啊。爸妈，你们不用再劝我了。这次的演出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只要能让我完成这次表演，就算死了我也认。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妈，不用再说，我是不会改变主意。萱萱，我们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奶奶。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奶奶在身边，她会怎么做？她一定会让我手术。所以呀，咱们不能让奶奶失望，对吧？可是奶奶已经不在了。奶奶不在了，我和你妈不在你身边吗？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我和你爸爸想想。我和你爸，就你这一个孩子，要是你有个3长2短，你让我们怎么活呀？妈，我就去跳个舞，不会有事儿的。可你不能拿自己的命去冒险呀，萱萱，你就听我和你爸这一回吧。哎，行了，别劝了。萱萱，爸爸就跟你说最后一句话。你看看，我和你妈都这个岁数了，你可是咱们家唯一的希望。
你认真的好好想一想啊。咱们让他好好休息吧，走。轩轩，行了，我和你爸。别逼他了，走吧。妈，爸。医生，您是？急诊科主治医师白竹。哦，白医生，白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开颅手术之后，你有可能再也不能跳舞了，这是有风险的。哎，白医生，这话咱们能不能到外面去说啊？爸，听他说完。哎呀，你别听他瞎说，他不了解情况，他不是咱们主治医生。爸，颅骨钻孔清除血肿，加上开颅切除肿瘤，手术之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恢复，1个月之后就去跳舞根本不可能。白医生，你身为患者，有知情权，所以我才告诉你真相。但其实有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什么办法？我们先帮你清除血肿，降低再出血、压迫胶质瘤的可能性。等你演出结束再回来，开颅切除肿瘤。这个手术我是绝对不会做的。白医生，你看看，要是耽误了轩轩的治疗，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为什么要对我女儿这样？她是你女儿，你比我更了解她。如果她做完手术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甚至以后再也不能跳舞了，那到时候她会怎么做？这是我们家的私事儿，用不着你来干涉。每个病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要承担的后果。好，我跟你说不通，我就让你们领导。你们医院就那么不情愿给我女儿做手术吗？啊？哎，你们医院就这种医德医风吗？先生，您消消气啊！这件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啊，我们一定深刻反省，加强教育，改进我们的医德医风。我警告你，我女儿如果有一点点差错，我跟你们医院没完啊！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患者最好的治疗方法啊。在手术的问题上呢，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好，你给我们一点时间。夏医生，有患者啊？方进勋家属跟陆妈闹起来了。主任，您刚才点头哈腰的样子可太像个主任了。你别跟我扯那些乱七八糟的，白竹。你做事情能不能动动脑子呀？病人现在不肯做手术，拖时间长了出了问题，谁负这个责任呢？病人不同意，我们可以再想办法。我们身为医生，必须要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嘛。知情权？你现在也懂得知情权了啊？当时在给于明明治疗的时候，谁在那儿极力反对的？那能一样？主任，这件事情我同意白医生的做法。就算是要有知情权，咱们能不能用更聪明一点的办法呀？啊，干嘛非得跟家属起冲突呢？早就跟你们说过 ，EICU 是收治急症的，在应急状况之下，病人和家属都容易激动，容易跟我们产生冲突。你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一句话不对，他就跟你吵吵上了。所以在跟他们的沟通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哎呀，每天那么多病人，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注意什么方式方法呀？反正我也没想着要当领导，也不怕被别人告状。哎，主任，您先别生气，患者手术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肯定不给科里添麻烦。我先去忙。谢谢。想不到啊，一向把救治患者放在第一位的白医生，也开始讲究知情权了。哎呀，你可别讽刺我了。不过呢，这次遇到方敬轩，我才发现我真是被改变了不少。
怎么说？我呢，就是太想第一时间治好他的病了，反而忽略了患者本人的意愿。我天真的以为告诉他真相，他就会信任我们。可现在他父母这么一闹吧，他会不会认为我们和他父母串通一气啊？做医生可太难了。真难呀！三床今天拔管了，然后还是要鼓励翻身，翻身最好你来做，让实习生在旁边练习看看。嗯，好，护士长。你好，患者家属吗？你们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心梗住院了。你爸是叫张成吗？对，我爸现在怎么样了？送来的时候昏迷了，不过现在控制住了。我带你去看看吧。好，告诉肖医生，九成的家属来了，请他过来一趟。嗯，好的。我爸他怎么还没有醒？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你爸爸是因为情绪激动引起的急性心梗，抢救还算及时，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稳定。具体的病情要等医生来给你做详细的介绍，回头我们确定了治疗方案，也需要你来签字。好。对了，我爸他是不是撞人了？一个女患者。那严重吗？你们好，我是张成的家属。张成，就是撞了你们女儿的司机。你来干什么？我爸还没有醒，我代替他来向你们道歉。对不起。道歉有什么用？你爸害了我女儿，害得我女儿不能如期去表演，她现在连手术都不肯做。阿姨，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家会负责所有的治疗费用的，还有赔偿。拿什么赔偿啊？我女儿的梦想怎么赔啊？行了，不用说了，你回去吧，我的律师会去和你们谈的。走吧。你扣一个赔偿，怎么赔？这是用钱爸，别再说了，手术我是不会做的。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啊？病人家属是吧？我是你父亲的主治医生，我叫肖燕，这位是唐医生。我爸他没事吧？您父亲呢是急性心肌梗塞，病情暂时算是稳定了，但检查结果显示引发梗塞的血管狭窄度超过了70%，要尽快介入治疗。介入治疗？您父亲的血管现在已经开始闭塞了，时间长了很可能导致停泊死亡。介入治疗呢是将球囊导管通过血管穿刺的方式放入原本狭窄的血管壁内，给球囊导管施压，使其膨胀，撑开原本狭窄的血管壁，病变的血管就会变得通畅。行，那我们做，麻烦你们尽快安排手术。这里是知情同意书，你需要签字的。你仔细的看一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你签了字，我们就可以安排心内的专家去做手术了。好。我不做手术。爸，你醒了？爷爷，不做手术。我是您的主治医生，我叫肖燕。您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必须配合我们的治疗，做介入治疗才能救命。医生，我没钱，我不做手术，不按指教。爸。我妈去世的早，我爸还怕我受委屈，就一直没给我找后妈。他就这么自己靠着开出租车，一个人帮我拉扯大。他为了赚钱，没日没夜的开出租车，这才患上了心梗。
我高考成绩下来了，考上了政法大学，可给他高兴坏了，恨不得一天24个小时都开出租车。其实我都知道，他就是想多挣点钱，想给我把学费交上。他不想让我用助学贷款，不想让我一上学就要还债。昨天他又开了一夜的出租车，中午心口疼，这才撞上了那个姐姐。那我知道了，他是因为舍不得花钱，才不同意做手术的。对，我们要赔偿那个姐姐，还要付我的学费，他没有办法。可是，在这时候不能命都不要啊。